你知道你的天赋是什么吗？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3分钟的心灵之旅。我要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找到并打开你的天赋能力。在开始体验前，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的安全，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第二个，接下来的过程你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进行，让自己处于放松和专注的状态。先点赞后体验，养成好习惯，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可以躺下，也可以坐下，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放松的感觉会按摩你的眼球，每一次按摩都会让你处于更放松的状态，放松的感受会蔓延至你的全身上下，从头到脚，放松你身体的每一根神经，从头到脚，放松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我会从1数到5，每数一个数，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当我数到5的时候，你会飞到空中，感受到最自由的状态。1，身体越来越轻松。2，你正慢慢地飘在空中。3，你会看到闪烁的星空，进入越来越舒适的状态。4，你会找到最吸引你注意力的行星，飞向它越来越近。5，你已经到达这颗星星的面前，它会变成一颗透明的水晶球。请你感受自己，更深入地连接自己。当我数到3的时候，你会从你的体内拿出一个物品，放在水晶球中。它可能是一个物体，也可能是一个动物。1、2、3，请你仔细观察水晶球内，感受水晶球内这个物体或动物有什么样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你隐藏的天赋。我会给你一点时间，你需要用你的方式与它沟通，与它和解。请你观察，它在水晶球内会长大还是会缩小？它是否会选择与你一起离开这里？而它是否会长大呢？当我数到3的时候，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1、2、3。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成年人的沉默是岁月生出的茧，年岁越长，阅历越深，越发现保持沉默，专注于自己的人生，才是回应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福祸自修。活得通透的人都不管闲事，不听闲话，不生闲气，如此才过好了自己的日子。闲事不管，宽心。俗话说人有热心肠，招惹是非多。生活中总有人不明事理，随意插手他人的人生。他人有难，搭把手是好事，也是美德，但若事事插手，便是越界。助人需要有尺，帮人需要有度。处事的边界就在于你的事归你，我的事归我。管闲事若不是，千万不要多管。闲事否认，容易让自己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假之蜜糖，以之砒霜。你的好心别人未必领情，甚至可能是一种困扰。少管闲事，可以避免很多麻烦，消除不少误会。行事恒言里讲，事不关己休多管，话不投机莫多言。有一头无所事事的老牛，遇见了一匹拖着货物下山的马。老马小心翼翼地赶路，
因为山路陡峭，一不留心便会粉身碎骨。牛见状，十分热心地对马说：“老马，照你的速度，太阳下山也到不了家，我来帮你吧。”老马说：“不用了，这山路太陡了，只能我自己来。”老牛当老马跟他客气，便不管不顾，将货物从老马身上拽了过来，结果失去了重心，一起摔下了山崖。生活变化莫测，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从你的角度给予过多的干涉与热情，只会让他人窒息，也给自己落下不适。所以面对不属于分内之事，最明智的做法便是不轻易背负他人的因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保持敬畏，也要讲究分寸。正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少操他人的心，过明白自己的生活，才能让别人活得舒心，也让自己过得自在。学会闭嘴，尊重他人，求同存异，兼容并蓄，要得无事，少管闲事，做人有尺，责任有度，不要管这3种事，理清自己与他人的边界，你的人生之路会越走越宽。最好的礼貌是不多管闲事。第一种事就是不随意干涉别人的私事，是对他人的尊重。曾经听身边的朋友说，自己小区里有位大娘，人退休了闲不住，总爱管些分外事。有户人家的儿子30好几了，还没对象，他就给别人操心起婚事来。他有个亲戚家的女儿，也算是待嫁之年，就打算撮合2人。他把那小伙子的照片发给那女孩看，结果被女孩委婉地拒绝了。大娘不以为意，坚持让他去相亲。人家的学历家世身高都挺好的呀，女孩子拗不过，只好不情愿地去了。结果相亲的时候，2人只顾看手机，话也接不上几句，女孩子饭吃到一半就走了。结果是大娘2头没讨好，反而惹得2个家庭像躲瘟神一样躲的。很多时候，希望别人过得好并没有错，但忍住干涉他人生活的手，往往是更大的善意。既然别人没有开口询问求助，又何必喋喋不休地纠缠人呢？最好的礼貌是不多管闲事。世界就像一个万花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去向，要懂得把自己当外人，不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强加于人，不用自己的生活去丈量他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修养。第2种事是不管别人的闲事。不多管闲事是成熟，是轻松自己。寓言故事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其永不过时。东郭先生遇到被猎人追赶的狼，爱管闲事，有内心仁慈的他想救狼一命，便让他蜷缩着身子钻进自己的书袋。猎人远去后，他经不起狼的花言巧语，把狼放了出来。结局就是狼张牙舞爪地扑向东郭先生。第3种事是不管力部所及的事，这是一种自保。在冬天，农夫发现一条蛇冻僵了，觉得它很可怜，便把蛇放在自己怀里为它捂热。蛇温暖苏醒过来，恢复了它的本性，咬了他的恩人一口，使农夫一命呜呼。不管力所不及的事，不是自私懦弱，而是一种自保。心要存善念，但更要懂得自保。不管力所不及的事，不让自己受到伤害。人有热心肠，招揽是非多，
在为人处事当中，助人为乐是好事，但一定要慎重思量，不能鲁莽行事，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真假。善恶的帮助非但不会有好的结果，随意出手的善意反而成为引火烧身的倒影。俗话讲，饱经世事慵开口，看破人情淡点头。不是叫人要冷漠处事，而是要拎得清，管别人的事情要懂得分分。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些人明明不习水性，却去救落水的人，善心昭昭，却罔顾事实，最终不仅于事无补，甚至会搭上自己的性命。有理性有原则的善意才是更大的智慧。作为社会个体，我们常常会陷入对他人闲事的过度关注中。我们关心别人的衣着打扮、婚恋生活、工作情况等等，这种过度关注不仅会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还可能带来焦虑和不必要的压力。因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不管他人的闲事，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成长。不管他人的闲事，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要实现这些梦想和目标，就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时间。如果我们过分关注他人的闲事，就会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分散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相反，如果我们把时间用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上，就能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不管他人的闲事，也可以让我们更加自信和自尊。过分关注他人的闲事，往往是出于一种比较心理。我们常常用别人的成功或失败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再关注他人的闲事，就能更加专注于自身的成长和进步。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树立自己的目标，并坚定地朝着这些目标前进。而过度关注他人的闲事，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压力和焦虑，因为我们总是担心自己是否足够好，是否与他人相比处于一个劣势位置。这种心理负担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极其不利的。如果我们不再关注他人的闲事，就能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爱好，锻炼身体，与朋友相聚，从而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当然，不管他人的闲事，并不意味着完全无视他人的需求和困难。我们应该关心他人的福祉，并且愿意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但是我们不应该过于关注他人的私生活和隐私，而应该保持一定的尺度和距离。最重要的是，在不管他人的闲事的同时，我们应该尊重和关心他人的需求。闲话不听安心，心比较清净，自然不愿意听闲话是非话。佛教对人生的认识，用4个字来说明：人生是苦，也就是用1个字来给人生做了定义，就是苦集灭道。4谛法门第一就讲苦的，苦是真理，是事实，是真相，所以叫苦的。佛讲苦是来宣说真理的，但有人不愿意听你们佛教讲4大皆空，所受皆苦，无常无我，太悲观了。那讲极乐世界，这不悲观了吧？讲极乐世界太夸张了，你们太乐观了。其实佛所说的话是如是观，说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既不悲观，也没有盲目的乐观。
如同善导大师在《观经书》里解释的，说静如静，说毁如毁，说苦如苦，说乐如乐，说人天如人天，说二乘如二乘，都是这样如实而说。所谓如是我闻我法，如是做如是说，没有半点夸张。这就是佛洞达真理的智慧。佛是真义者，实语者不异语者。如果到我们这个年龄还没有感到人生是苦，可能觉悟得太慢了。年轻人10几岁20几岁，可能对苦还感受不深，不过这和年龄倒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和一个人的善根有关系，或者说和善根成熟有关系，或者说和他心中的敏感度有关系。比如说，有的人在屋里打麻将抽烟，都习惯了，还觉得挺好，有人进来马上受不了，他就比较敏感。心灵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心灵比较清净，自然不愿意听闲话、啰嗦话、是非话。是非话一听，感觉心灵就受污染，消耗人的能量，好像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人的法身，慧命一样。如果心灵不清净，耳朵专门喜欢听是非，专门打听，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在坏消息多不多？传得快不快？好像人人都有千里耳，这都是烦恼。我们为什么要听？因为心里有只烦恼虫，通过耳朵去抓信息，来满足填饱这只虫。清净的人没有这只虫，他不听这些，这些跟他的佛性不相应，自然就关闭了。有一天，惹琼巴大师去拜访密勒日巴尊者，所以惹琼巴大师跟密勒日巴尊者问候。那时候问候的习惯，不是说祝您的身体安康，而是问候说祝愿上师的修行好。因此惹琼巴跟弥勒日巴尊者问候说，上师人，波起您的修行无障碍，就如此问候。弥勒日巴尊者答说，为什么会有障碍呢？惹琼巴大师向弥勒日巴尊者问，为何不会有障碍呢？弥勒日巴尊者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的闲言闲语，没有听过寻求世间八法的那些人的赞美，或在乎世间八法的闲言闲语，也没有做过世间互亲毁敌之事。总之从来没有听过坏人所说的，而一直保持自己主见的缘故，就是说从来没有被牵着鼻子走。牵着鼻子走是怎样的呢？在藏地家乡有牛鼻圈，把牛鼻圈穿进牛的鼻尖，然后绳子穿进牛鼻圈里，如此一来可以控制牛，所以鼻圈不可以落在别人手中。鼻圈不落在别人手中的话，自己去哪里都自由。所以说做人做事要特别在意别人的忠言，善于听得进别人的忠言，但一定不要在意别人的闲话，不要听信别人的闲话，要把所有的闲话都当成耳旁风，让所有的闲话都随风而过。切不可听不进忠言而变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切不可因为闲话搅乱思想，吹皱心灵，迷乱双眼，扰乱双脚。因为忠言性利性善，闲话性好性恶，二者性质不同，目的不同，用意不同，价值不同，作用不同，效果当然也不相同。对此一定不能不要错位。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都是为了自己好，为了自己有利，为了自己前程而指出自己的缺点。纵观社会历史，往往能够听得进忠言的人，
大都进步比较快，发展比较好，因此要做到正确对待忠言，多在意忠言。为什么别在意闲话？如何才能不在意闲话？说闲话的人，自古至今从来都没有绝迹过，闲话也从来都没有缺席过。闲话永远都是闲话，绝对不是忠言所谓闲话。简单说就是闲着没事咬耳朵嚼舌头，东拉西扯。张家长李家短，鸡零狗碎，捕风捉影，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八卦无聊的负能量的话。说闲话本身就不是善意好意，本身就是心术不正，目的不纯，本身就是恶意为之，蓄意为之。说闲话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帮助人，为了别人好，为了益于人。说闲话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无中生有，添枝加叶，添油加醋，颠倒黑白，杜撰臆想，拨弄是非。闲话带有很大的破坏性、蛊惑性、欺骗性、危害性、虚伪性。闲话是纯粹的负能量腐蚀剂和毒药。说闲话的人是心中有恶、有黑、有鬼、有病，不管是其极度心理作祟，还是害人之心作祟，亦或是自以为是心理作祟，都是极不仁义道德的，都是不可理喻的。务必要注意，一定要提高分辨忠言和闲话的辨识能力水平，千万不能把忠言当成闲话，把闲话当成忠言。该在意的必须在意，不该在意的当然不能在意。唐太宗曾问许敬宗，我看满朝文武里面，你最贤能，但还是有人议论你，这是为什么呢？许敬宗对月对于春雨，农民因为他能滋润庄稼，所以喜欢他，赶路的行人却因为他使得道路泥泞，讨厌他。上天尚且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何况我呢？芸芸众生，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好听的话勿要当真，难听的话也不必较真。人活着需要先过好自己，而不是获得他人的认同。莫言创作了许多年，但直到57岁时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声名大噪，身边的奉承越来越多，酒局也越来越多，但同时也冒出了许多质疑的声音，怀疑他已经江郎才尽。莫言却丝毫不搭理这些闲言碎语，而是关起门来继续自己的创作。多年后，60多岁的莫言携着自己的新作《晚熟的人》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古人云：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夫妻之间，听多了闲言会声；间隙朋友听多了闲言秽语；疏离自己听多了闲言，便空耗精力。生活中有太多的闲言碎语，如果一一在意，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不去管别人的流言蜚语，听清自己的内心，走自己的路。只有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才能获得生活的底气。做最好的自己，仙气不生，顺心。古人云：心随境转，物由心造。许多人都觉得生活很累，但有时不是生活真的太苦，而是心中的事装得太多。一个整日与鸡毛蒜皮纠缠的人，难免愁眉苦脸，郁闷生气，百病皆生于气。一个总生闲气的人，身体不免落下病疾。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
便是不聪明的人了。正所谓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时候，而有些气更是纯属闲气，没必要生的气。很多人喜欢跟自己较劲，跟自己生气，也和别人较劲生气。其实静下来想想，很多气大可不必生。有人请教作家余光中，那个李敖有事没事就骂你，找你的茬，你却从不骂回去，这是什么原因呢？余光中淡淡一笑，答：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不搭理，证明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他。余光中听从老师梁实秋的教导，中年以后不生闲气，不管别人泼过来什么样的脏水，不理睬就是最好的回应，并得以保持自己的清静和体面。不生闲气是一份知进退的清醒，进退得体，得失看淡，拿得起放得下，少一点戾气，多一些和气，日子才顺畅，福气才能留得住。伊索说人需要温和，不要过度的生气，因为从愤怒中常会产生出对易怒的人的重大灾祸来。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好坏，生气不起任何作用，不如去接纳它，如此才能减少内耗，减少别扭，减少不痛快，反之日子才能过得下去。人生不易，学会善待自己，少跟自己生气，少跟自己较劲。如果是别人的错，你生气气坏了自己，得罪了别人；如果是自己的错，生气于事无补，不如大大方方，以阳光的心态去应对改善。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生气不如争气，活出自己的精彩。生活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聪明的人永远不会坐在那里为他们的损失而悲伤，他们会很高兴，想办法来弥补他们的创伤。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遇事不抱怨，不生气，沉下心，人生之路也就会越走越宽。曾有新闻报道，一老人在公园观人下棋，但下棋的人频频出错，老人见状不禁摇头，出声道：走错了，要先走炮。下棋的人听罢，心中不喜，不加理会。老人见状不禁生气，在一旁吹胡子瞪眼。随着棋局深入，下棋之人眼看要输，老人更加满腹牢骚：早该听我的了，你现在走车还能有机会赢。但下棋人还是不听，最后终于输了棋局。老人在一旁棋上加棋，最终身子一倒，突发心梗，不省人事。观棋不语真君子，别人的输赢何必放在心上，他人的事情何必争胜。嫌弃太多的嫌弃，无事也会有事，小事也成大事。很认同这样一句话：如果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气在心灵，伤在身体。生气是最没用的宣泄，也是最坏的情绪。人生是好是坏，终有一天都会结束。无需计较，无需争辩，不该放在心上的事不放，不该理会的人不理。心顺了，才稳得住情绪，才留得住福气。蔡志忠剃度时曾说，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无所谓的气，听闲言碎语，
操他人的心，不仅不智，而且多余。人的通透，就在于能避免无谓的愤怒、空洞话语和微不足道的琐事。往后余生，愿你我都能清醒处事，一生中清静安宁。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法，没有统一标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闲事不管，闲话不听，闲气不生，远离纷纷扰扰，便是人间好时节。宇宙其实是个无形无状的能量场，在时空中自行地运行着。它自行运行的轨迹不干涉天下万物，它的运行是最安定最平稳的，万物都需要它的能量，就像绝妙的音乐和诱人的美食一样，使其无法离开。而人类存在于宇宙之中，也是由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层级，它们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能量水平越高，生活状态越好，反之，生活状态越差。你知道吗？人的能量分为3种。第一种是初级的能量，从食物中获取；第二种是高级的能量，从智慧中获得；第三种是顶级的能量，从高维中获取。世界真正的高手都在悄悄吸收高维能量。人类有史以来，凡是给世界带来重大贡献的人，基本上都是灵感获得的成就。而灵感的本质，就是刹那间链接了高维能量。修行实际上，你投入的越多，你得到的也会越多；你要求的越多，你内在所具有的先天的失去的也会越多。在修行中，如果自己的心量无法打开，那么无论在方法上再努力，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这被称为修方法，而不是真正的修道。那么如何打开自己的心量呢？首先是要怀着跑马拉松的心态，做胜算大的事。慢一点，怀着马拉松的心态和节奏。它的好处是，能够在这种良好的节奏过程中，让你维持身体心气的平衡。能量是流动且不断更新的，尝试就是可以持续的。其次，与人沟通时要简单坦诚，这是最高效的沟通方式。不论东方西方，人到了一定级别，忙到一定程度，大家都希望能够简单坦诚一些。你越坦诚，越节省时间，就越能把事说成。我不太会琢磨某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会很坦诚地跟他讲，你有什么话，如果希望我听到，就请简单坦诚阳光地跟我讲。如果您不想讲让我猜，那咱们山高水远，来生再见。或许你是个委婉相对温和的人，但是简单坦诚的沟通方式你要学习，要掌握，要具备。最后呢，就是多在意自己的事，少干涉别人的事，不要有太大的掌控欲。天下大事分2类，一类是管你的事，一类是管我的事。如果人生想过得更好，多给别人一些自由，让草就那么绿，让花就那么开，让翻译就那么翻译，让小说就那么写。天不会塌的，天只会更蓝，世界只会更丰富。你要学会运用地水火风空的能量，身体在内的物理世界都是由地水火风空这5大所构成的。观赏大自然界5大正面品质，不管是树木花朵或海洋，都是一种自然的治疗。大地庄严地接纳一切，不管好坏强弱，大地为一切而存在。不管荣枯，
大地是安详的，不管太阳照耀或暴风肆虐，日夜都不曾改变。借着观想和感觉它的强壮稳定性质，你的心当下就承接了这些品质。想象在你体内，让你忧虑不安和无力的不健康能量都被清除了，与大地的无力量结合为一。感谢这种治疗能量，感谢大地对我们的接纳和恩施。任何人的心如果是变幻不定，爱做梦浮动或虚弱的，或者缺乏长时专注纪律或稳固，那么专注在大地强壮和坚实的本性上，将会有所帮助。观赏水的性质，宁静清凉涤净结合和谐，充分感受河川的水流，它是当下如一的强壮的，永远和谐与结合的。在饮水时充分感受止渴的满足，触摸水时感觉水的清净，在洗澡或游泳时感觉水的抚慰性质，让你自己感觉似乎你的一切问题正在受到净化和洗涤。下雨时感觉雨正在抚慰你，似乎雨正在滋养你体内的生命和成长。如果你无法到启发你的水边，只要观赏你正坐在此种景色中，就可以带给你内心安详的感觉。火有摧毁的力量，但也有生发的力量，温暖或光让生命得以成长、开花结果和成熟。想象你生命中的一切负面或死亡的能量和问题已经被治疗或转化或烧毁，感到你的心和深处满温暖或发光的能量，使你的正面品质得以成熟。感觉那份温暖与它合二为一。想象全宇宙都注满火的无限能量，为这种治疗力量而喜悦。人们如果缺乏完成目标和全力奉献生命的鼓舞与动机，则观想火本居的温暖或热将特别有帮助。微风轻抚你的脸和身体，仿佛它正爱心十足地抚摸你的每一个细胞和器官，专注在你的呼吸上，觉察呼吸的每一个动作，仿佛宇宙和你已经在安详的连绵呼吸中结合为一。虚看和感觉风的惊人性质，渲染的清灵，便一切处在想象在治疗风的辅助下，一切负面的能量和问题都已经被吹走，远离你的身和心，丝毫不留痕迹。想象你自己注满风的，便一切处的能量和清灵。空是虚幻物质的空，提供空间给其他的一切事物，包括地水火风四大在内。看看深蓝色的天空，感觉它的虚幻无知和不执着，去看并感觉那种广阔和无限的品质，天空的无边无际，觉察你肉身的虚空和开放性，超越疑问或诠释，超越时间或空间，放下你的思想和忧虑，与天空的性质结合为一。望着天空时，特别是在晴朗的日子里，从视野辽阔的地方仰望，一时可以让我们感觉极大的安详。练习把你的一切痛苦、焦虑和执着融入虚空，想象一切忧虑和负面思想都在那消失了，像雾或云消散得无影无踪。欣赏任何来到你身上的舒适或安详，感觉佛陀是坐在树荫下，惊艳到觉悟的全然开放性。它的惊人特性，在我们眼中看来数日不变，而且长生不老。它在风中、暴风雨中或太阳下的力量，它对于冷或热的容忍性，它在雪中或雨中的美丽活性。观赏树的美丽，可以轻易地把我们自己
与大自然的治疗能量联系起来，以你全部的注意力观赏繁茂的绿叶，或许装饰着些累累花朵、果实和坚果。你也可以仔细观看一片叶子，或一颗坚果，欣赏它惊人的美丽的生命力。你也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或树旁，或用你的手臂合抱树干，从树吸取治疗能量。树透过根与大地的力量相连接，透过枝叶与宇宙的力量相连接。静静请求树木，让你汲取它本然的能量。然后当你温柔地接触树干时，感觉你正与这种自然能量相连接，感觉你自己的正面能量从你体内升起，欣赏你汲取到的任何治疗能量，为你所拥有和任何正面感觉而喜悦。现在你掌握获得宇宙能量的修行秘诀了吗？